干嘛了就吧，大家好，Welcome to Batumi，欢迎来到巴统。巴统啊是阿扎尔自治共和国的行政中心，它也是格鲁吉亚的第3大城市。这座城市的人口啊只有16万人，但是呢，这座城市却非常值得一逛。今天呢，我就给大家推荐来巴统旅游一定要做的10件事情。首先，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沿着黑海的滨海步道来一次 City Walking。巴统的滨海步道也叫巴统大道，全长有7公里，整个走下来大概得2个多小时。旁边就是黑海，这边的海滩是鹅卵石海滩，夏天的时候特别适合来野餐。巴统大道的配套设施非常齐全，有步道，有自行车道，还有林荫道。一路上可以看到很多有特色的建筑，比如这座灯塔，外形非常漂亮，适合拍打卡照。还有这座高130米的字母塔，由33个格鲁吉亚字母组成，塔顶有360度的旋转餐厅，是观看城市全景的最佳地点。门票价格应该是20拉里，大概是40多元人民币。感兴趣的朋友可以上去看看。这座外形像章鱼的建筑叫做巴统 Octopus， 是一座苏联风格的3D 马赛克建筑，是前苏联的建筑大师和马赛克艺术家的合力之作，外形看上去确实很酷。在章鱼建筑的北面有一座日本花园，应该是日本原建的一个项目。花园的面积不大，不过很有东方的韵味，大家也可以顺便看看。这一路上还能看到很多小型的塑像，每一座都非常有特色，都挺适合拍照留念的。巴统老海港的历史非常悠久，可以追溯到罗马帝国时期，而且至今仍然在使用。这是一座客运轮渡和货运码头的2用港口。海港附近有一个巴统游艇俱乐部，港口内停满了各种游艇，你可以乘船从海上观看巴统这座城市，也可以乘滑翔伞在空中俯瞰巴统市区。价格的话，你们可以多比较一下。我身后这个塑像啊，就是巴统最有名的塑像阿里和尼诺，它既是巴统的地标，也是整个格鲁吉亚的地标。这个阿里和尼诺啊，男的叫做阿里，女的叫做尼诺。阿里呢是阿塞拜疆人，尼诺呢是格鲁吉亚人。但是啊，因为他们2个一个信奉的是伊斯兰教，一个信奉的是东正教，因为宗教信仰的不同，所以啊，他们虽然相爱，但是最后还是没能在一起。所以啊，在这里问一下大家，如果你们的男朋友或者女朋友，信奉的宗教、信仰的宗教和你的宗教不一样，你觉得 OK 吗？这里就是阿里和尼诺了。这个塑像在网上看到的那个图片或者说视频都显得很大，但是实际上是非常小的。大概是2个真人那么高吧。就这个样子。我现在找一个地方拍一下岩石，这个比较适合拍岩石。
这里就是阿达加尼湖了，湖的中央有一个法国音乐喷泉。巴统最现代的建筑基本上都在这个湖的周边。对面那座大楼叫做巴统正义之家，是一座司法服务中心，周围有几座外观很新奇的建筑，还有几个新项目正在施工中。这里是欣赏现代巴统的最佳地点。阿达加尼湖中央喷泉的边上停满了海鸥，在现代建筑的映衬下，海鸥齐飞的场景特别漂亮。你也可以买些面包来喂它们，场景非常壮观。另外，这附近还有一家小动物园，养了一些平时不常见的禽类，带小孩过来的朋友可以去看看。巴统老城区位于城市的东端，隔着一条马路就是巴统的老海港了。这里的建筑大部分都建于19世纪末，有一些建筑的历史甚至更加古老。道路也都是这种凹凸不平的石块铺就的，很多欧洲国家的城市道路都是这样的。这里的建筑外形都非常漂亮，很多建筑的墙壁上画满了涂鸦，还看到了一面满是照片的墙，展示了巴统城市变迁的一些黑白照片。来巴统旅游可以找找看。沿着这些街道走走是很不错的。欧洲广场是巴统的城市中心，它也被称为时代广场。广场的中央矗立着一尊美迪亚塑像，四周则遍布着各种酒店、餐厅和咖啡厅，而且全都是19至20世纪的建筑，外观非常漂亮。巴统市每年有很多活动都在这个广场上举办的，最为热闹的当然是东正教的圣诞节集市了，相当于我们中国农历新年的春节集市。所以如果你是1月份来巴统的话，那一定不要错过。这个集市会持续1个月，我来的时候圣诞节集市正在布置中，现场的氛围很好，大家可以感受一下。在欧洲的城市旅游，当然得参观一下当地的教堂了。几乎每一座欧洲城市都有自己的特色教堂，而巴统市区最有特色的教堂是圣母主教座堂，这也是巴统最大的一座东正教堂。我身后的这个建筑呢，就是巴统圣母主教座堂。这座教堂啊是建于19世纪，当时呢是建了一座天主教堂，但是后来格鲁吉亚不是加入苏联的嘛，然后这个建筑啊就被收为国有了。
之后呢就被改成了一座东正教堂，所以一直到现在它都已经是一个东正教堂了。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座建筑的外形啊，采用了新哥特式的建筑风格，这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主流建筑风格，外形非常漂亮。由于这座教堂最早是天主教堂，所以这内部的风格和一般东正教堂还是不太一样的。巴统的公共交通系统还算比较发达，公交车、出租车都很方便。不过最值得体验的还应该是 mini bus， 这种小巴在整个格鲁吉亚都非常流行，随上随下，招手即停，非常方便。票价是60特瑞，人民币大概是1.2元左右，下车的时候付给司机师傅就可以了。路边市场是巴统的一大特色，不论是城市主干道还是小街道，沿街都能看到很多小摊位，有卖水果和蔬菜的，也有卖服装箱包的，还有卖各种小商品的，甚至二手的物品也能看到。总之卖什么的都有。来巴统旅游的话，可以顺便逛逛，说不定还能淘到宝贝呢。要不是亲眼所见，我真的不敢相信这边居然有卖烟火的。烟火在我们中国现在基本上已经消失了，但是在这边呢能看到，而且在这里啊可以看到很多小孩玩那种摔炮。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玩过那种摔炮，就我们小时候玩的那种，就往地上一摔就会很响的那种。我们现在因为环境保护嘛，所以不能放这种烟花，但是这边可以随便。而且在广场上，就有那种专门卖烟花的，而且都是中国浏阳市过来的。你看这是卖烟火的，它整个一辆车上全都是。红红火火，个人南方泪。哦，浏阳市。这还有一带一路。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呢，就是巴统是最适合看飞机的地方了，因为我后面就是机场，然后它这个机场啊也是在滨海步道的旁边，这个地方就是滨海步道。那你看这里就是巴统的机场，后面呢是雪山，然后这条道路啊就是滨海步道，这边呢就是黑海。你看这里停了很多车啊，这都是来等飞机的，但是呢现在还没有来。等飞机来的时候啊，会从这个地方过来，它从这个地方飞过来以后，就可以近距离拍摄飞机了，因为跑道就在这里。所以我现在就在等飞机了，飞机的跑道就在旁边。但是因为巴统是一个小城市，它的那个机场也是比较小，好像只有这一条跑道，起降的飞机也不多，所以呢，需要等很长时间，什么时候能够等到我也不知道，所以我就慢慢等吧。
我刚刚看了一下巴统机场的官方网站，好像有一架飞机马上要到了，是从明斯克飞过来的，还有10分钟就会到达这里，所以我坐在这个岩石上等。显示是还有10分钟，但是现在远处的天空一点反应都没有，所以就只能等，再等等看。要是再没有的话，那就拉倒。这里面车子在叫，不知道是不是那个飞机要来了。你看，跑道上有车子呢。我猜有可能飞机要来了。哦，飞机来了，那里就是飞机，终于等到了。等飞机有多难？哦，这么小的飞机啊！哦，这太小了啊，这个飞机。哎，这个飞机真的太小了，我没想到居然是这么小的一架飞机。看来今天的运气不够 lucky。你们来的时候啊，可以看一下那个机场的官方网站，他们会有到达的时间，你们就卡准这个时间点来就可以了。然后，运气好的话可以看到大飞机，因为我看那个谷歌 Map 上面有很多人上传他们拍的那个照片呢，真的非常棒。这边拍照啊，真的很出片。但是现在我就没有那么幸运了，就看到一架小飞机，但也算没有白来。总比什么都没看到好吧，对吧？所以这个地方还是很值得来看一下的，你们说呢？哦，这是格鲁吉亚的国民美食，这是一定要来吃一下的。外表啊像包子。他们吃这个啊，要先拿到这个，它这个有点烫，他们先拿到这个。然后是咬一口，咬出一个洞，然后把里面的汤汁吸掉，然后最后就用叉子把其他的部分吃掉，然后这个外围是不吃的。没什么汤汁，但是那个肉味很浓，它这是纯手工的。就他们这个，你不需要找专门的店，他们每个城市都有这个，随便吃。这样的，你看。这个就不用吃了，就把其他部分吃掉。这个包的真的非常大，感觉有一个手掌那么大，你看，这么大，太汤的。我觉得它更适合叫饺子。
那你看一下这里面这个样子的。这个呢是格鲁吉亚的国民美食，几乎每个城市都有，有猪肉的，也有牛肉的。看这个样子啊，特别像我们中国的灌汤包，但其实呢，它做法跟饺子一样，它是那个用水煮出来的。你看。好吃。巴统是一座非常适合旅游的城市，环境和气候都非常好，周边的旅游资源也都比较丰富。如果你来巴统旅游的话，一定要体验一下这10件最值得做的事情，相信我，你会爱上这座城市的。行，今天这期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了，咱们下期见吧。那 home this。